笑笑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上山采药材，这你也管？给谁采药材啊？给我爹。上次被你毒打，还没痊愈呢。把他给我绑了，带回审问。是。你，走，快点，走。王告，搞到什么东西没有？我搞到一个情报，足以扳倒石亮。来，耍耍！我收买了石亮手底下的一个班长，他悄悄告诉我，是石亮夺走了萧红秀的长命锁。萧红秀真有长命锁？应该是啊。今天我爹提醒了我，长命锁可能在别人手上。谁？石亮。当时他跟他的手下也在七岭山脚下，有可能是他们捡了我的长命锁。这个也很有可能。他有个最大的特点。什么特点？好色。他经常醉卧花楼，对姚姐出手特别大方，所以他的钱用得特别快。那没钱的时候，就会把值钱的当掉。是的，所以你的长命锁十有八九已经被他给当掉了。二毛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小兄弟，你帮个忙。你谁呀？我不认识你，凭什么帮你忙呀？很简单，只要你告诉我这几天有没有哪个兵爷来这个铺里当我东西。这个有过一位，是一个长官。老寇啊！哎呦，史营长，来，帮我看看这值多少钱？哟，史营长最近手头又紧了，花了钱又去讨好花楼的哪位姑娘啊？不是你小子哪来这么多废话？你帮我看看值多少钱？顶多10块大洋。20。那您还是拿走吧，我这生意也做不了了。老寇，不给面子是吧？你给我看看这个值多少钱？怕了您了，20，只能这么多了。有上等镯子吗？嘿，还真有，这可是上好的货呀！把它包起来。好嘞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可不止20大洋。走了。史营长。史亮。王哥，我打听清楚了，前几天石亮去过一个当铺，当了一块长命锁。当了一块长命锁啊！走，证据报告团长。放开我！啊，敢抓老子！团长，我可是一营长啊！这几个混蛋敢抓我！啊！他们当然不敢抓你啊，抓你的是我。团长，这可是冤枉死我了！我史亮对你一向忠心耿耿啊！史亮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抓你？我不知道啊，是不是谁给您嚼舌根子了？啊，我知道了，王世才，是不是你个混账？你栽赃陷害我，你听说我要做团副了，你想整死我是不是？团长，好了，别东拉西扯了。你拿了萧红秀的一块长命锁，隐瞒不报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长命锁，几天前你去当铺当了一块长命锁，我没说错吧？团长，你放过我吧。那你说说，你是怎么得到这块长命锁的？那时候我跟兄弟们在七岭山，被皮肤友追打，然后我们就分头躲进树林。歇会儿。没想到真是防不胜防啊！哎，我说少杰吧，这地方咱应该来过吧？是啊。这是什么呀？是啊，谁会把包儿丢在这儿？应该是那个女孩的，对不对？嘿，就这东西还值点钱。我说你们啊，赌场都没看见，回所去。是。就是这样。我说史亮，你也太贪了吧！一块长命锁隐藏不报，占为己有，
更可恨的是，你明明知道我们在怀疑一个带长命锁的女学生可能是共产党，她要给柴溪口的红军送情报，你还装聋作哑，不说出萧红秀写有长命锁的实情。我已经把长命锁给当了，我还哪敢说呀？再者，那个长命锁，我觉得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谁身上都能带啊。也不能因为一块长命锁就判定萧红秀是共产党。谁都可以带，你忘了，带有长命锁的女学生，她可能是共产党。团长，你饶了我吧！就在这儿。老板，你过来。方队长，您光临小店有何贵干呢？把他当的那块长命锁拿出来，我要看看。这不肯拿出来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怀疑这块长命锁是共产党拿来传递情报工具。如果你不配合，就是帮着共产党，就是偷红军。我去拿，我去拿。团长，有了这块长命锁，萧红秀就好突审了。他的真实身份很快就能查清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那长命锁不见了。就这块长命锁不见了，还有几件铜器和几件银器。幸好我的金器、我的玉器都带回家了，不然全被偷了。这是臭臭，我们神手帮着兄弟，这次胜利得手，多亏了他。谢谢你。长命锁呢？啊，在这儿。这次你们帮了我的大忙了。这次能帮上你的忙，可算是找回一点愧疚感了。二毛，我先走了。二毛，你干脆帮忙帮到底。红九姑娘，什么事？不瞒你说，我要去柴溪口。柴溪口，那是红军共产党的地方。你到底什么人啊？上次帮庞振山查找刘凤妹的下落，这次又跟共产党有瓜葛。我是相信你才告诉你的，你千万不能说。共产党是咱们穷人的队伍，红军是帮穷苦人打天下的，这都让二毛好生敬佩。红秀姑娘，你是共产党吗？你就别问了。我听说去柴溪口有一条近道，天亮就能到。你能帮我找到这条路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你要去找红军，二毛一定帮你这个忙。太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方哥回来了，在我那儿。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他知道。来，把烛光给我吧。路上小心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我随后就来。站住！乔乔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上山采药材，这你也管？给谁采药材啊？给我爹。上次被你毒打，还没痊愈呢。把他给我绑了，带回审问。是。你，走，快点，走。虽然我们有秘密通道，但还是得防着点。咱们得怎么防啊？我先假装上山采药，你稍后拿着东西骑着马过来。如果有人跟踪我，看见我一个人在山上，一定会出面盘问。你要是看见了，就躲起来；要是没有人，你在山上再把我的东西还给我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办法好，要不然咱们就这么办吧。江笑，你还真有一套，我们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溜出城的。要不是砂锅一大早从乡下回城偶然发现，我们还真不知道你已经开溜了。我出一趟城都不行啊！直通柴溪口，你是不是去找红军去了？我哪知道那条小路通向哪儿啊？我是要到山上去。你去山上干什么？我爹不是被你们打伤了吗？那伤口一直都不好，大夫说让我到山上找一种叫狗舌头的草药。我是到山上找草药的。难道长命锁真的不是萧红秀从当铺偷走的？反正他身上没带长命锁。既然没拿到长命锁，他去柴溪口干什么去？难道情报不在长命锁里？如果情报不在长命锁里，他早就去柴溪口了，何必等到今日？如果在长命锁里，他去柴溪口肯定也会带上，但是没有发现长命锁，他去柴溪口是怎么送情报的呢？也许他带着长命锁，只是藏得太巧妙，我们找不出来。那会藏在哪儿呢？
你们两个找我啊？方团长，你们为什么抓我女儿？她犯了什么法把她关起来？你女儿，小红秀，谁抓她了？没有事。小学的老师们都看见了，萧红秀被你们捆绑着，从南门一直带到了这儿。我们怀疑萧红秀是共产党，是红军，所以才抓捕她。她怎么会是共产党呢？我女儿我不了解吗？你们有什么证据？有什么证据？马上就能找到，我们正在审查呢。你们既然没有证据，凭什么抓人？哼，张忠良，我发现你非常可笑。凭什么？凭我堂堂保安团，凭我手中的枪，你怎么着？不服气啊？那行，你要放人可以，拿一样东西来换。什么东西？翡翠玉观音。休想！那是我张家传家的宝贝。哼，我就知道你不愿意。宋克，你红秀姑娘被你爹抓了。我爹会抓她？我亲眼所见的，你肯定想办法救她吧？我怎么救她呀？我自己都东躲西藏的。再说，上一次我最后一次求她的时候，她不也一口回绝我了吗？你还在记仇啊？你别嘴硬了。其实我们了解你的情况，团长念你救过他的性命，想给你一次自首的机会。谢谢方团长。那既然我救过您的命，你应该相信我。红秀啊，你还年轻，别把自己的前程毁了。只要你主动承认，我算你自首，我可以网开一面。我承认什么呀？小红秀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我们已经知道，你就是省城地下党的一员，带着藏有情报的长命锁，要送给柴溪口的红军。结果在麒麟山上，你的包丢了，包里的长命锁被史亮捡到了，他当给了当铺，又被你给偷回来了。你说的什么呀？什么地下党，什么情报，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我就是要找回我的长命锁，是因为那是我们萧家祖传的，对我很重要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找到它。小红秀，你去着了吧，别扛着了。来，请。我问你，这个长命锁你到底藏哪儿了？刚才你们不是说史亮找着了吗？你们应该问他呀，干嘛来问我？长命锁就是你偷走的。你们不是搜过我身了吗？这不没找到吗？那你说藏哪儿了？看来不给你动点大刑，你是不会交代的。放开我！起来！还没动刑呢就吓晕了，这怎么了？这不是少奶奶吗？少奶奶这是又怎么了？吓晕了。团长，请潘郎中过来看看吧，可别闹出人命来。对，去叫潘郎中。血虚症，这个杀千刀的庞振山，到现在都不来救我。他一直都在想办法救你出去。你就别宽我的心了，我知道他不喜欢我，巴不得我回不去。你要是这么说，也太对不起他了。你被关在老宅里的时候，他就在想办法救你出去。只可惜啊，方兆猛埋伏了太多的人马在里面，只能放弃。是吗？后来你被转移到方家的柴房里，他又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救你出去。这个时候，方月光和冯巧巧上了山，他又准备拿他们去换你。那怎么不进来换我呢？因为方兆猛发现了庞振山藏身的地方，带人去偷袭他们。庞振山好不容易突围，花猫也死了，你说他对你还不算尽心尽力吗？看来是我误会他了。老爷，干爹的枪你不想要吗？枪我当然想要，只是那个共党分子还没有着落呢。看把你给愁的，这不就有一个现成的吗？谁啊？萧红秀啊！你们不是说他是省城派来的地下党吗？那只是怀疑，并没有证据啊。反正你都已经抓住他了，他又有嫌疑，还不如使点手段，逼他签字画押呢。没有证据，我能诬陷他吗？况且人家还救过我的命呢。这俗话说得好，无毒不丈夫。你这么心慈手软的，能干成什么大事儿？团长，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。虽然没有抓到确凿证据，但我相信他就是共党分子。把他押送省城，就能换回几十条枪，何乐而不为啊？可是，
我还是有点于心不忍呐。毕竟咱们没有真凭实据。再说，他还救过我命呢。哎呀，团长，您这人呐就是仁义。他上次救您，说不定是别有用心、苦肉计呢。你想那么多干嘛呀？这话又说回来了，几十条枪啊，还真是诱人。是啊，那我就让他签字画押吧。不要折磨他啊。不用折磨呀，只要饿上他一天，他就会犯血虚症。趁他犯病昏迷，盖个手印儿，那还不容易？走，出去。邹营长，我今天找你，是要向你打听一件事情。大太太，您打听什么事儿？尽管说，只要是我知道的，一定不会隐瞒。21年前，方家的三姨太西梅逃出方家，被老爷抓住，要你暗中将她处死。我记得这件事情是你跟少结巴去办的。对，是我和他。我就想问一下，西梅当时死了吗？死了，当然死了。难道我会抗命吗？我是背着老爷来问你的，你说了什么，我也不会告诉老爷，你得跟我说实话。大太太，实话就是西梅她当时就死了。您今天怎么突然想起她来了？啊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梦见西梅了。西梅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在梦里面一直叫着我大姐救救我，救救我。我从梦中惊醒，就再也没睡着。大太太啊，西梅既然能托梦给你，这不就证明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吗？20多年了，你这好赌的毛病还没改啊？听说你又欠了一屁股赌债？不，没事，总有翻本的时候。这么多年，你翻过本吗？拿去，把赌债还了，啊，别再赌了，攒点钱娶个媳妇儿，好好过日子。邹哥就是好，你真仗义。结巴呀，我还得提醒你，啊，嘴巴封紧点，不该说的千万别说。邹哥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你多注意就是了。祸从口出的道理，你应该明白吧？我明白。你说西梅肯定死了？是啊，大太太。你没骗我吧？这就是借我10个胆，我也不敢骗大太太呀。你给我盯住少结巴。少结巴怎么了？别多问了，听我的话，你照做就好。好。团长，签字画押已经办好了，您看哪天押送去红袖？我在想个事儿啊，你说一个共党分子，是不是少了点？这孟主任那个老滑头肯定会说，一个共党分子不够，倒是不排除这个可能啊。你说那个刘凤妹吧，关了这么久，劝他合作投降也没有可能，还要担心庞振山来劫狱。哎呀，干脆毙了他算了。这毙了不可惜吗？那您的意思是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一个共党分子不够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您是想把刘凤妹也充当共党分子？我这就去让他签字画押。等等，你给庞振山修书一封，让他3天之内拿2000块大洋来换刘凤妹。如果不肯拿出钱的话，就把刘凤妹和萧红秀一起押往省城。是。大哥，我在站门口捡到一封信，是方丈母写给你的。这方丈母好大的胃口，竟然让我用2000大洋去换回凤妹。要是不干呢？ 3日后就把凤妹押往省城。
啊！打听到了吗？啊，打听到了。团长要叫红袖姑娘做了共党，押往省城，会有一批轻质。什么？这要是上了省城，可就完蛋了。方哥，大事不好了！干嘛呀？一惊一乍的。你爹说萧红秀是共党分子，要把他拉到省城去呢。啊，下手够狠的呀！这要拉到省城去，还不得丢脑袋呀？萧红秀会是共产党？其实你爹也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，无非是想换回2杆枪，强加这个罪名给他。方哥，你赶紧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吧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冯巧巧那边还等着我救呢。你该不是想见死不救吧？难道你忘了是萧红秀把你和冯巧巧救出来的吗？此等大恩大义，我看你是不是忘了？我没忘，我没说不去救他呀。萧红秀那么讲义气，他帮过我大忙，他现在有困难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。只要你答应救他，办法我们可以慢慢想啊。二毛，我问你，萧红秀到底是不是共产党？我不知道。我看你知道的不少，你跟我说实话吧。其实我呢，特别佩服共产党和红军那帮人，听说他们特别讲义气，特别讲平等，专门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。如果他要是共产党的话，那我更愿意去救他了。你没骗我吧？我没骗你。其实我问过萧红秀，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，但是他抄近路去柴溪口，8成是要去见红军。那这么说，他有可能是共产党的人。嗯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他那么讲义气，一定不是一般人。团长，信送上了秦岭山，庞振山一直没动静，我想他不会拿钱来赎刘凤梅了。有这种可能啊？他没准会在路上抢刘凤梅。没错，这小子干得出来。所以我想，不要把萧红秀和刘凤梅一起押送，这样2个犯人都不安全。你的意思是，先押走萧红秀，再押走刘凤梅？对，这样分开最好。那好，明天先押走萧红秀，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，悄悄的进行。是，叔。妈，光儿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你让妈妈好担心呢。好了，哭哭啼啼干什么？我说方月光，你还知道回来，胆子够大的，是不是在外边混不下去了？爹，瞧你的熊样，是不是走投无路了？爹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您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跟我说对不起，你会认错？别耍我了。我这次是真的知道错了。还有，我想明白了，我跟冯巧巧，我们2个是有缘无分，逃了几次我们都没逃成，这是命，我拗不过命，我就只能认命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知道萧红秀是真的喜欢我，才愿意嫁给我的，可是我不该骗她，我怕我伤了她的心。但是如果她愿意嫁给我的话，我还是愿意娶她，我愿意踏踏实实的跟她过一辈子。你真能放弃冯巧巧？我真的能放弃冯巧巧。上次我们逃到山里，逃了2天，光架就吵了好几次。她有她的想法，我有我的活法，我们2个不是一路人，压根儿就不合适。那算是浪子回头啊，月光。就算你想跟萧红秀过日子，也没这个机会了。爹，萧红秀怎么了？她是共党分子，已经押往省城了。不可能吧？什么不可能？有签字画押。那一定是你们伪造的。听我对萧红秀的了解，她不可能是共产党。你们要是没有什么真凭实据，您就把她放了，甭劝我们不行吗？老爷，您千万不能相信少爷的话。我看他这回啊，像是真的后悔了。我怎么没觉得？少爷能这么快忘掉冯巧巧？打死我也不相信。那个萧红秀可是能换回几10条枪啊！老爷，您可掂量清楚了。团长，明天还押送萧红秀去省城吗？按计划不变。是。爹，您派个人跟我去接萧红秀吧。谁答应放他了？您昨天晚上不是答应我了吗？我是说考虑考虑。现在我考虑清楚了，萧红秀不能放。你诚心骗我是不是？怎么说话呢？没大没小。我告诉你啊，萧红秀天一亮已经押往省城了。她是共产党，怎么能做我们方家的儿媳妇呢？天下好女人多了去了，再找一个不就行了吗？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爹。我喜欢冯巧巧，你跟我抢冯巧巧，拆散我们。我喜欢萧红秀，你横加阻拦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不把萧红秀给我追回来，以后这个家门我都不会踏进半步。光儿，
不许胡说！月光，不是我故意拆散你们，不让你们好，是萧红秀的身份特殊，你们在一起不合适啊。行，你说他是共产党，那证据呢？要是有铁证如山，那我也认了。他有签字画押呀，那也不算。我要真正的人证物证，能拿出来吗？拿不出来是吧？拿不出来，你就是诚心的诬陷他，诚心的拆散我们。你不是我爹，天下没有哪个当爹的能干出这么缺德的事。月光，你真想跟萧红秀好好过日子？你能放了萧红秀，我是真的想。你能放弃冯巧巧吗？你能放了萧红秀，我就能放弃冯巧巧。那好，我让你当面向冯巧巧，也就是你的五妈请安，你能做到吗？我能。